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山西的太行山深处，这个地方非常偏僻啊。我刚才开车9公里，走了半个小时，路况是非常不好，全是那种搓衣板路。今天来到这里呢，是一个山寨，就在我头顶上面。大家一般听到山寨，可能就会想到跟土匪有关，跟地主有关。那这里呢，还要加一个跟日本人有关，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。日本人来过这个地方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山顶山寨看一看。这里海拔1300多米，非常冷啊。我来山西大概半个多月，也经历过降温，但是没有这个山顶冷。你看，在远处全是雪，就跟我们走到西藏看那个雪山一样，也就证明这个山顶这2天下过雪啊。那个山寨就在那个顶部，从这个下面可以看到那个山寨啊，比较宏伟，它全部是用那种巨大石头建造的、打造的。走在太行山里面，发现都是这种石山以及石灰岩。我好像走错路了，绕了一大圈才走到这个半山腰，离那个山寨还有点距离。大家看一下，全部是悬崖，可能只有这一条路进出。那里有一个大门，从这个方向看，那个山寨都比较大呀。航拍的话就更有气势了。我同时可以看到这个山寨，它是层次感上去的，因为它山体的结构是有坡度的，那边应该是最高处，上面还能看到一些垛口，就能够体现的跟城墙一样，它是一个防御性的机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远处的太行山，这里风非常大，非常冷，这就是太行山的样子。在这个山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，那边还有一个山寨，感觉那个更大。好像现在是在开发吧，因为我看到一些大型的吊机在那里。等一下呢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也去看看。说到这种山寨，而且是规模这么大的，以前呢都是那些大财主修建的。这个山寨是叫做青龙寨，它是有完整的资料可以查询的。大概是1853年开始兴建的，到现在刚好是170年的历史。为什么会修建这样的呢？当时在1853年那个时候，不是有太平军吗？他攻占了山西临汾。当时很多这些财主啊、地主啊，就为了躲避太平军，他们就纷纷躲进太行山里面，在这种山顶建山寨来躲避。就跟我们平时在很多山里面看山寨，说是为了躲避土匪，它这里的性质是一样的。这是一点。还有，当时太平军实力很强，清政府呢无力抵抗，他就要求各个地方啊可以举办那种团练，就相当于你这种地主可以自己搞武装。典型的就是曾国藩，曾国藩一开始也是团练，然后打造了自己的部队，后面建立了湘军，最终击败了太平天国。他这个地方就是那些大地主他们兴建的。当时这个地主的主人是叫做曹，就是曹家大院，这里可以称的是。绕了半圈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。当时不知道怎么走错路了，哇！从这个远处看，这个地方真是壮观呐。在这个下面还看到很多条形石，就证明这个地方以前是有一些房屋的，因为它建这种山寨，肯定有配套措施。这个木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弄的。我们看看那个城墙，到下面起码有300-400米啊，非常险峻。进入这个山寨，这条道路是唯一的，就等于是三面是悬崖，只有中间一条小路可以通上去。这里其实是有很多历史可以讲的，尽管说里面是一个山寨，但是我们通过刚刚的航拍可以看到，里面有窑洞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，就证明这里其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地主大院。这个路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期修好的了。尽管说我还没走到这个里面，但是在这里我就觉得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好的一个山寨。从这个下面能够看得出来，当时曹家是花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还有功夫去打造这个山寨。这个里面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了，因为全是石山。这个都有10多米高啊，
而且这个石头整整齐齐的。走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来到了这个山寨的大门这里了。看看它这里写了什么，因为一般会标明什么是修的，这个山寨叫什么名字。到了，哎呦，这个门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图案，这个很吓人，难道里面有危险吗？不知道是谁画上的，因为这个铁门也不像是以前修建城堡时候留下来的。我们再看看上面有几个字，叫做千善庄。我们看古代的建筑，它匾额会写字，然后这种山寨或者庄园它也会写字。那这些字呢，不是随便写的，都是出自于中国古代那些古籍书中，比方说四书五经、孔子、孟子这些书籍，还有一些出自《论语》。它这3个字呢，是出自于《孟子尽心上篇》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民谦善而不知为之者，千善哉。”就是这么由来的。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山寨，看一看这个石头，这个门洞很气派呀。看到这个木头门，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个是原版的，其实不是。原版的在上个世纪40年已经被损坏了。为什么会损坏了？我们等下去里面说。因为也可以看到，它这个门可能就7、8公分，跟原版那种山寨门呢会相差很多。过了这个门洞，感觉就来到了一个石头王国。你看上面都是石头，这右边这里有一个大的窑洞一样，我感觉这是当年的值班人员居住的，或者是放马的地方，因为它洞内有洞。大家觉得是不是？我猜想可能是啊。然后绕着这个道路上去，就可以看到一些窑洞。它整个这个山寨是分为上院和下院的。听到上下，大家应该也明白了。下院就可能它是下人居住的，上院呢就是家里核心人员居住的。你看写了“山外青山”，这个窑洞跟我们平时看的窑洞不一样吧？这些窑洞打造可不容易啊！这一块空间很大的，这些都是下院的房屋，很多吧。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平坦的，感觉是一个院落。它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瓮城。我们都知道，古代的城墙它都会有瓮城。那这里设置的瓮城的含义同样是防御。我们一开始也说了，它1853年开始建造这个山寨的时候，主要是由于有太平天国嘛，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打造了。这个地方是1853年开始建造，到1858年建造完成了。当时这个曹家的族长呢，一开始是花了2000两白银买下这个山寨，后面是53年到58年，他花了70万两白银打造这个山寨，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。尽管说这个地方现在有点破败，但是从这些遗留下的痕迹啊，我们也能够知道当年他们有多么重视这个地方。你看这个城墙，全部是用石头弄起来的，非常高啊。下面是地基，到上面估计有10多米。看看这些窑洞，它的墙壁其实就是石山。现在我们就去上院看一看。它以前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寨门的，就叫做内宅门。以前也是有跟大门一样的字，现在也看不到了。你看这个内院就有点不一样了，更大、更气派，房屋也更多。这里还有很多遗留下来的一些装饰，这些应该是以前我们说柱子上的一个柱础等等。这里就有一个四合院一样的，看到没有？全是那些柱子一样的东西，好多啊！这个地方是一个假山，然后再往前走，还能看到一些花池等等。他们还种了一些树，那里面这些就是他们家里核心人员居住的地方。那个曹家的老大就在里面。这个以前是可以一个水池嘛，他们可能还会养鱼啊。那么很多人会疑问，在这个山上水怎么办？其实他们会弄一些井的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吊机，那可能是之前有人想打造这个地方弄景区吧，后面没弄了。来这边看看，这里应该就是当时他们地主曹家的最
大的人在这里居住了。他们来住过没有？他们住过很多次的。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看起来它这个空间最大。哎呦，里面挖成这个样子了。1986年，那在上个世纪这里还有人居住吗？我感觉在几十年前还真有人居住哎。他们这些都是连通的，可能很多人没见过窑洞啊，特别是这种石头窑洞。我们现在就看到了。那么这个曹家他把这个山寨修建完成之后，有没有来住过呢？他大概是1853年开始修建，到1858年修建完成。一开始说是针对太平天国嘛，后面太平天国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日薄西山，也不会来这个地方，从而呢，他们这个曹家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避暑山庄，因为这里海拔1300多米，非常凉爽。我现在站在这里呢，有点冷。那到了夏天的话，这里就非常舒服，所以一到夏天的话，他们曹家的老老少少都会来到这里避暑。所以说，你看这边房间这么多，就是因为他们家族的成员比较多嘛。从1858年到上个世纪30年代，他们曹家呢，只要有空啊，或者是说夏天都会来这个地方。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，大家都知道形势有所转变嘛，特别是1937年之后，当时形势不太好，这个曹家呢，包括附近很多地主啊，他们都纷纷躲到这种山里面来。当时的日本人、日军呢也追过来，最多这个山寨上面听说住了400多个人。从上个世纪37年到40年，经常有那个日本人来打这个山寨的主意。可能当时的日寇也知道他们地主钱粮比较多，所以就派出小股部队来这里。这个地方非常坚固，守了3年。到了1940年，还是被日本鬼子攻破了。然后他们在这里抢夺，并且把这里呢烧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里面很多残存的东西啊，都是那个时候损坏的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窑洞啊？绝大多数人可能是第一次见。不过这里很多是经过修缮的，因为当时日本人来了，把很多都破坏了。哇，这里破坏的更严重。这里有电线，这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人住了。那前方应该是之前要打造景区的时候，他想修缮，跟这边一样的。那么为什么被破坏了？就是当年日寇啊，他攻进这个山寨，把里面很多东西都烧掉了，木头建筑基本全烧掉了，只剩下一些石头。你看，全部是被破坏了。这边我们明显看得出来，最顶部那些是经过修缮的，因为那些是水泥，下面不是，看得出来啊。那这些呢，都是用水泥重新弄的，也是修缮过的。整体看起来就是残垣断壁。这里当时不知道是谁住过的，我感觉它这里好多都是后期修建过的。现在去2楼看看。一般在山西这些窑洞，他们都会建2层，这是山西晋商大院的一些标配。来到上面，视野真好。太行山，这里呢都是这些垛口防御的，这些都是垛口，明显的是后期修缮的。我们从这边看一下前方那些大院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大呀？据说这个山寨占地是9亩，那已经是非常大了。这些是没有修缮过的，就看得出来。这个地方被日寇攻破之后，他把里面的可能财物搜刮走，就把里面破坏了，烧掉了。他们没多久也就走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他们的地主也不会回来嘛。那这个地方在40年代到差不多50年代，就又变成了土匪生活居住的地方。因为这里本身是易守难攻嘛。那你像土匪的话，他肯定也会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，他不可能自己就建一个房屋嘛。然后这里有现成的，他们就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土匪窝、土匪老巢。那到了50年代左右，这里呢肯定就没有土匪了，然后就慢慢的荒芜下来。我猜想可能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左右还有人居住，因为可以看得到一些生活的痕迹啊。那现在呢，
就已经是空空如也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之前可能是要打造成景区，但是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没有了。因为可以看到这些很多围墙，包括那个窑洞房屋，它们都是经过修缮的。如果没有修缮，就像这些倒塌了。这个山寨的建设总体让人还是大开眼界的，建设的也确实豪华大气。不管是之前的地主，还是后面的土匪，他们都很会选择地方。这种山寨在太行山里面还是有很多的，有大有小，有些历史可能还更悠久。